未婚夫打了胜仗归来，身边却跟了一个出生入死的女将军。庆功宴上，女将军替他一杯又一杯的挡酒。将军为了救我受过伤，不能饮酒。皇上挑眉看着他俩，伤哪了？若是伤了根基，朕的堂妹就不能许给你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刚好一曲舞跳完，乐师也停下奏乐，整个大殿顿时安静了下来。我和满朝文武一样，都饶有兴致地看着邻座那两人。男的是陆时彦，我有婚约的未婚夫，刚在边关打了一场胜仗还朝，今日是他的庆功宴，风头无两。女的嘛，名叫林玉霜。陆时彦介绍她是左翼副将，边关遇上的奇女子，这一仗多亏她熟悉边关地形。更有一次，他们遇伏，差点全军覆没，是林玉霜知道后方水路通向安全处，带着大军撤离，自己却险些被杀。陆时彦冒死救了他，身受重伤。他们两个可谓是同生共死的交情了。我看出来了，的确情谊匪浅。陆时彦的脸色瞬间难看极了。林玉霜咬着唇，急于替他解释，不是，将军伤的不是根基。陆时彦蹙眉，阿霜，别说了。他手上端着酒杯，恭恭敬敬地举着。皇上，臣惶恐。我看不出他的惶恐，倒是阿霜叫得好亲密。我啧了一声，这男人脏了，不能要了。我和皇上对视了一眼，他立马明白我心中所想。但今日毕竟是陆时彦的庆功宴，也不好太下他的面子。这事本要过去了，偏偏林玉霜被陆时彦凶了一下，眼眶红了。他的声音低低的，我只是想替将军解释一下，是阿霜错了。可是将军，你真的不能饮酒，军医千叮万嘱。说着带了些哭腔。龙座上的皇上本已经举起酒杯了，听了这话又放下，手上动作有些重，酒洒出去了些。陆时彦的眼神更惊恐了。阿霜，快跪下认错。林玉霜这才惊觉，连忙下跪叩头。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，是末将错了。我看了一眼皇上，他满是无语，还想收拾一下这茶里茶气的林玉霜。该我出场了。副将既然认错，可知道自己错在哪了？林玉霜怔怔地看着我，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看吧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哪了。气氛紧张，林玉霜无措地跪在原地，皇上没叫他起，他动都不敢动。一旁的陆时彦看不下去了，昭容，别为难阿霜了，他是边塞之人，不懂宫里这些礼仪规矩。陆时彦，他不懂，那你懂吗？皇上的声音里带了一些怒气。陆时彦闻言才回过神来，方才是他言语冲动了。我的堂兄还在这呢，他是皇上。陆时彦他怎么敢的啊？臣失言了。陆时彦结结巴巴的。皇上沉着脸，没搭理他的话。大殿上静得可怕，只能听见水中滴答滴答的声音。陆时彦的额角渗出汗来，见皇上半天不说话，忙战战兢兢地从座上起身，和林玉霜跪在了一起。皇上这才满意，郡主继续说吧。那我就少不得不站在他俩面前了。二跪一站，我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两人。晦气，你呢？有两错，一是庆功宴上一杯又一杯的替将军挡酒，大出风头，功高盖主。我慢条斯理地竖起第二根手指。二是皇上没问你，你却插话，殿前失仪。你既得了军职，就是皇上的臣子，有错就该按例惩处。林玉霜的脸色瞬间煞白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。皇上嗯了一声，那依堂妹说，怎么罚这副将好呢？陆时彦抬头仰望着我，小声的求情。郡主，阿霜是有错，但此次大战他功不可没，很得军心，若是处罚他，只怕威胁我。我弯下腰，将耳朵凑到陆时彦跟前。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我和皇上都没听见。陆时彦的神情极为难看，像是受了奇耻大辱般。林玉霜见状，突然不哭了，双手扶在地上。郡主要罚，末将受着便是，将军别说了。皇上怒拍了龙案一下，不是郡主要罚，是朕要罚。陆时彦，你这副将今日三番五次混淆视听，可是你授意为之。陆时彦惊了一下，面色大变，
一点没有了方才对我趾高气扬的样子。偌大魁梧的身材，穿着铠甲，却抖得像个筛子，甲片叮当作响的，叫众人笑话。毕竟是我未婚夫，这会儿还没解除婚约呢，少不了我得替他找不。皇上，陆将军忠心耿耿，断无此意。陆时彦在一旁点头如捣蒜，都是这位林副将一人为之，与将军毫无关系，对吗？我看着陆时彦，他皱眉与我对视了一眼，眼神怨怼得很。什么人啊？我分明替他说话，他还不乐意上了。对。陆时彦从牙缝中挤出一个字。林雨双伏跪着，头贴着手，歪过脖子，满是委屈地盯着陆时彦。陆时彦低头躲闪着不敢看他。我冷笑一声，就罚副将20丈吧，小惩大戒。听见20这个数字时，林雨双猛地抬了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20，军中犯了大错的人才打20丈。郡主这是……他不敢再说下去，因为皇上又哼了一声。我补充道，是20公杖，比军杖轻多了。宫里犯了错的宫女都受得住，副将行军打仗，身强体壮，一定也受得住。不等他们说话，皇上嗯了一声，大手一挥，就按郡主说的办，带下去。林余霜满眼噙着泪，又怨又恨地死死盯着我。御前侍卫一左一右，林雨霜见陆时彦不敢再智慧一句的样子，不甘地跟着他们出了大殿。陆时彦回头望着他被拖下去的身影，满是担忧。把殿门关了，别打扰皇上和将军，庆功宴还得继续呢。说完，我回到席位上。皇上抬了抬手，行了，陆将军起身吧，今日是你的庆功宴，怎么好一直跪着？陆时彦得了令，一甩下摆，坐回位子上。宫宴继续，又有一批舞姬涌了上来，仿佛方才一切都没发生过。我坐在陆时彦旁边的席位上，离得不远。音乐声大，盖住了他刻意压低的声音。昭容，你今日太过分了，用你郡主的身份欺压别人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不希望有一个仗势欺人的妻子。我呛了一口酒，他似乎是脑子不太好使。我阴阳怪气道，那你娶阿双呗。陆时彦愣了一下，这怎么行？她是我的副将，我只当她是妹妹。说完，陆时彦看我的眼神变了。过了会，他自嘲一笑，我说你今日怎么如此不可理喻，原来是拈酸吃醋。昭容，你……我听不下去，太恶心了。刚好一舞又跳罢，我大声道，陆将军，你还没回答刚才皇上问的话呢。陆时彦茫然，什么？到底伤哪了？是不是伤了根基？陆时彦的脸色由红转白，猛地站起身，铠甲发出哗啦声响。自然不是。他满面屈辱，臣伤在后背，郡主大可叫太医验伤。我看向皇上，眼神询问，验不验？皇上轻微摇头，也是，他是将军，统领那么多人，又打了胜仗，如今威望颇高。今日庆功，别闹得太难看。太监匆忙跑了进来，尖声道，皇上，林副将受了20公杖，晕过去了。陆时彦霎时顿在原地，焦急的样子是装不出来的。他怎么样？快传太医。说着，又怯怯地看了一眼皇上。皇上嗯了一声，算是默许。他松了一口气。后面整场宫宴，陆时彦都心不在焉的，直至宴席结束，皇上留我问话，他匆匆告退，飞似的离开了大殿。只余我和皇上2个人，我们才卸下架子。我手上拿着宴上没吃完的鸡腿，烦躁地坐在龙案上。皇兄，我是断不会和他成婚的。我们的爹是一母同胞，从小我也是在宫里皇祖母身边长大，虽是郡主，但享公主待遇，说是宫里的掌上明珠也不为过。皇上也歪扭地靠在龙椅上，端了一天，累得要命。你猜这个林余霜是什么人？鸡腿噎了一下。边塞偶遇，清除路线，娇弱却能屡建奇功。哪有这要巧的事呢？不会是敌国奸细吧？皇上若有所思，你都猜到了。陆时彦行军打仗这么多年，不可能猜不到这是一出美人计。可他将计就计，为什么不向朕报备呢？是想自己解决后给朕看结果吗？皇上的手指在桌上弹敲了几下，我的心也如擂鼓。
惹得皇上猜忌了。陆时宴不妙啊，毕竟通奸和通敌差太多了。昭容，你再去试探试探他。月黑风高，守宫门的侍卫说，陆时宴还没从宫里出去。林云霜挨了宫杖，不宜挪动，所以特意安排他在宫内养伤。住处离我不远，我特地走近，听见屋内林云霜娇媚的哀嚎：“疼，将军，真的好疼。”陆时宴果然在这。我挥手示意工人停下，独自进去。门虚掩着，隐约看见屋内陆时宴正在给林云霜上药。林雨霜露着半个后背，一道一道的棍印，看来行刑人下手不轻。我捂着唇轻笑了一下，必是皇兄的安排。谁？陆时宴警觉回头，林云霜也飞快地拉起了衣裳。我推门而入，冷笑一声：“深更半夜，陆将军怎么还在宫里？你们孤男寡女，衣衫不整的，是做什么呢？”林云霜皱着眉低下头，双颊一片绯红。将军在帮末将上药，郡主不要说的这么难听。男女大防，你们成何体统？宫里是没有宫女吗？我厉声质问，二人皆是一愣。陆时宴不耐：“昭容，你别咄咄逼人。”林云霜则向后挪了挪，目光天真。可在军中，我们都是这样互相上药的啊。我的动作一致，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他们，仿佛听见了什么极其恶心的事。昭容，你听我解释。陆时宴推开林云霜，我向后退了几步，然后转身跑了出去。昭容，他在身后喊着，没两步追我到我的宫里。我停下脚步，直视他。解释吧。解释得好，小命可保。面对我突然的冷静，陆时宴愣了一下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了。这军中条件艰苦，我们都是这样互相上药。何况战场厮杀出来，他在我眼中和其他士兵并无两样，都是过命的兄弟。解释得不好，我摇摇头。方才宫宴还说是妹妹，现在又成兄弟了。怎么，你的其他兄弟也给他这样上过药？陆时宴登时急了，低吼道：“别胡说，辱了阿双清誉。”见他这副样子，我心里咯噔一声。陆时宴，你不会对他动情了吧？绝无此事。陆时宴像被踩了尾巴，立马反驳：“我与你有婚约在身，我是大隋未来的郡马爷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昭容，我心里只有你。”看得出他很心虚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见我不搭话，陆时宴慌神了，又喋喋不休地继续表白：“昭容，咱们自幼相识，你怎么不信我呢？我只是看阿双孤苦无依可怜，所以才对他颇多照顾。”我又试探道：“他怎么孤苦无依可怜了？不是边塞奇女子吗？难道他的身份另有隐情？”没有。陆时宴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就是觉得她一个孤女从军不易，况且军中士兵皆是我麾下，我乃将军，对他们照拂是应该的。”他牵强地辩解着。宫女突然跑来，神色匆匆：“郡主，将军，不好了！”林副将突然高烧不退，嘴里说着胡话。陆时宴的双瞳骤然一缩，拔腿就要过去。我拽住他的衣袖：“宫里有太医，你还没和我说完呢。”昭容，你不要无理取闹了。他厉声道，脸上的担忧掩饰不住。转头又对我皱着眉：“阿双今日的遭遇全是因你而起，我是你的未婚夫，何该替你照顾他？”我反手指了指自己：“若不是你善妒，故意猜忌阿双，他又怎么会殿前失仪？”昭容，适可而止。他到底是立过军功的，和你这种深闺女子不一样。陆时宴说完，急匆匆地从我宫中跑了出去。我半张着嘴愣了一会，然后抬手唤来小太监：“宫门落锁了，怎么还有外男在宫里行走？叫羽林卫把他给我轰出去。”夜风寒，我站得远，隐约能看见偏阁内的动作，声音却听得清楚。羽林卫指挥沈度一脚踢开偏阁的门：“陆将军，深更半夜你还停留在宫内，已经犯了宫规，请即刻出宫。”陆时宴正给发烧的林雨霜擦拭四肢，被这动静吓了一跳，忙将林雨霜护在身后。“沈指挥，你这是何意？”林副将受了伤，是皇上允他在宫里养伤的。沈度挥手，上来了2个人，气氛一下子剑拔弩张起来。“允他又没允你，宫规森严，
陆将军不要让我难做，快走。沈度的声音冷硬如铁，听起来丝毫没有转圜的余地。他身后的羽林卫上前一步，手已经按在了佩刀上。陆时彦脸色铁青，强压着怒气：我乃昭容郡主的未婚夫，留宿宫里一夜，不过分吧？你叫郡主来，我同他说。沈度本懒得和他废话，听见我的名字，又挑了挑眉。正是郡主的意思。林云霜发着烧，整个人娇娇弱弱地靠在陆时彦身上。将军，郡主为何处处都要为难我？陆时彦看了一眼林云霜，死死咬着牙，挤出我的名字，昭容。林副将现在发着烧，若是挪动出去，有了闪失，你们负得起责吗？他可以留下，宫里有宫女伺候，将军大可放心。沈度说的面无表情，朝陆时彦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陆时彦突然惊愕起来，不行，他不能留在宫里，阿双跟我走。林云霜被他拉了一把，却双脚刚一着地就晕了过去。偏阁伺候的宫人见状，连忙去扶。沈度不耐，陆将军，你别没事找事了。他的手下顺势上前，一左一右压住陆时彦肩头，将他连推带搡，强行带出。一行人经过我身边，陆时彦跳着脚喊：昭容，不能把阿双一个人留在宫里。昭容，我没有搭理他。偏阁的动静闹得太大，皇兄派人来问话。我回：鱼已上钩。听说陆时彦一路是被嫁出宫的，此刻已经3更天，他还在宫门口焦急地踱步，不断地差宫门守卫给我传话，要见我一面。你看这人，大半夜的约我一个女子去见面，一点都不顾及我的名节。我愤愤地说。此刻我正和沈度在一起，蹲守在皇兄寝宫外。沈度闻言，不自觉地挪开了2步。我又凑近他，悄悄道：你想当骏马吗？可。他连忙捂住嘴，耳根子倒是红了半截。微臣不敢高攀。我心里叹了口气，没意思。皇兄说我和陆时彦解除婚约后，可以自己选未婚夫，但左不过都是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，都没意思。我随口一说，你不必当真哈。嘘。沈度的一根手指竖在我嘴上。来人了。我扒住他的胳膊，呼吸都不敢太大声。宫墙暗影里，一个人鬼鬼祟祟地靠近寝宫。这人身手不错，轻功了得。漆黑中，一道身影一跃而上，到了房顶上又蜷缩成一团，像宫里随处可见的野猫一般轻巧。可惜房顶上早就蹲满了人，我们在这不下天罗地网，就等他往里跳呢。短暂的打斗后，顶上跳下来4、5个人，扛着一个麻袋，朝我和沈度的方向点一点头。沈度低声：郡主果然料事如神。我松开抓着他胳膊的手，理了理裙摆。不是料事如神，是皇兄布局周密。走吧，去看看这位让陆时彦牵肠挂肚的奇女子到底想干什么。偏阁内灯火通明，林云霜被五花大绑扔在地上，他嘴里塞着一块破布，不断发出呜呜的声音。郡主，这是他身上搜出来的。我看了一眼禁军手上的东西，皱了皱眉。这是什么？回郡主，太医刚才已经查验过，是迷药。在皇上寝宫时，他正准备接瓦吹迷药。我长长的哦了一声，将寝宫内的人都迷晕了，然后跳下去杀我皇兄。林云霜像条离岸的鱼，使劲挣扎腾空。我挥挥手，示意大家都下去。你们去禀告皇上吧，让3司来连夜会审。这会我还有点私事要问他。沈度担忧，不行，若这反贼伤害郡主怎么办？我的手指点了点沈度的胸口，那你就留下保护我吧。沈度的脸在灯火下更红了，他握紧佩刀，沉稳地应了声是，站到了我的身侧，目光锐利地盯着林云霜。宫人们鱼贯而出，偏阁内只剩我们3人。我踱步到林云霜面前，蹲下身，与他愤恨不甘的眼睛平视，伸出手，从他头上拔下一根不起眼的木簪。边塞苦寒之地长大的孤女，熟悉地形，水性佳，身上有功夫，还能让陆时彦那种眼高于顶的人处处维护，这是训练有素啊。簪子在他脸颊上轻轻带过一道红痕，瞬间他的脸颊肿了大半。有毒！我说着，像扔烫手山芋一样将木簪扔了出去。这是你的武器吧？
能一招毙命。如果任务失败，也能自裁。可惜了，羽林卫的手够快。林云霜的脸被腐蚀，流出黑色的血，看起来十分恶心。他疼得原地打滚，嗓子里发出痛苦的声音。哦，我忘了他嘴里还塞着东西。我只问你一件事，你觉得陆时宴对你是将计就计，还是假戏真做？林云霜嘴里的布团拿掉后，他立时就要咬舌。沈度眼疾手快，冲上前去捏住他的嘴。老实点，别想着死。我撸起袖子，啪啪在他完好的那边脸上狠狠扇了2下。你要知道，三司里有几百种折磨人的手法，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现在如实说，我能让他们给你个痛快。林云霜张着嘴，胸口起伏不定。我又俯下身，在他耳畔道，又不是让你卖主求荣，你本来就是用的美人计。我只想听听你的成果，说说吗？你们到哪一步了？说罢，我坐在床上，居高临下看着他，一副期待的模样，好像在民间听说书人讲故事那样。林云霜怔怔地看着我，深吸一口气，半晌道：我玩你的未婚夫，就像玩狗，自然该做的都做了。他说要娶我回家，对我负责。我翘起二郎腿，更好奇了。可他是未来骏马，前途无量，难道你勾引他时，他就一点没拒绝过吗？林云霜冷笑一下，同情地看着我。没有，他一下就上钩了。我喃喃道：为什么呢？你长得也不是美若天仙啊。看着他那张已经肿若猪头的脸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将计就计，欲擒故纵，你猜他知不知道你是北狄奸细啊？林云霜愣了一下，半张着嘴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我又道：他一个从小熟读兵法的将军，会连这点计谋都看不出来吗？我无视林云霜逐渐扭曲的神情，继续说道：你猜猜，今日宫宴，陆时宴完全可以不带你进宫的，为什么要将你带进来呢？一场胜仗，一个北狄探子，足以当做聘礼送给皇兄。我微笑着，又道：看看你，被他白睡了这么久，今日宫宴又受尽屈辱，现在连小命都保不住了，啧啧。你是北狄哪个组织的？怎么能相信男人呢？林雨霜尖叫一声，能睁开的那只眼睛毒辣地看着我，说不出一个字。他破防了。三司的人疾步而来，我看了一眼屋外，缓缓道：关于陆将军的，我已经问完了，会亲自回禀皇上，大人们有劳了。出了偏阁，我换上一副冷漠的表情，哪怕是口舌之快，我也要逞。这2个人，我偏偏要让他们死都死不明白。沈度跟在身后，一路沉默。天边泛起鱼肚白，快到上朝的时候了，折腾一夜，我赶去给皇上回话。皇兄听闻陆时宴在宫门口守了一夜，冷哼一声：陆将军出征归来，实在辛苦，让他回府歇着吧，不必上朝了。他的语气冷若冰霜，然后与我深深对视一眼：昭容，今日你去他府上看看他。我瞬间明白了皇兄的意思，他要陆时宴消失。回宫的路上实在疲惫不堪，脚下一个趔趄，沈度上前将我扶稳。终于他忍不住问道：郡主为何要替陆将军脱罪，还归功于他？他分明没有要将探子一事上报的意思。我搭着他的手缓步走着，皇上心里清楚，这番说辞是给外人听的。我叹了口气，毕竟陆时宴与我有婚约，传出去他为情乱治，还将敌国奸细带进了宫，那我不就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吗？这婚约还是皇祖父在世时定下的，天界的颜面岂能不顾？面子里子都是要的。眼前这个木桩子一样的男人自然不懂，但我闲暇时间太多了，可以调教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下午陪我去趟陆府。沈度点头退下。朝阳洒下，一片金光。我站在慎刑司里，手指一一掠过那些器具，匕首、白绫、毒酒。我想了想，都带上吧。用白绫勒着他的脖子，灌进毒酒，最后再朝他身上扎几刀。就这都不足以泄愤。午后，我和沈度2人来到陆府，早有羽林卫将陆府各个出口把守住。陆时宴显然一夜未眠，眼底乌青，衣衫也带着夜露的潮气。他见到我，闪过一丝惊喜，随即就被焦灼覆盖。
昭容，宫里发生了什么？阿双他怎么样了？为何皇上遣我回府，还叫这么多羽林卫把守？陆将军，我抬手打断他的话，声音平静无波。林云霜行刺皇上，已经被打入天牢了。陆时彦脸色骤变，猛地向后退了一步。怎么会行刺皇上？他不是还生着病？不会，不会。我找了把椅子坐下，沈度沉默地立在我的身侧，手始终按在刀柄上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面对质问，陆时彦强装镇定。她就是我在边塞遇到的孤女，还能是什么人？熟悉北狄的布防和水路，多次救你于绝境危难。他头上戴的那根木簪子你知道吧？剧毒，本是用来杀你的，但发现美人计对你就足够了。陆时彦听着，嘴唇发白，眼神闪躲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，阿双不可能是奸细。看着他拙劣的表演，我扑哧一声笑了。你我自幼相识，我看着你读兵法长大，怎么这个时候开始装上了？装什么？他这副死不承认的样子，可笑至极。我摇摇头，佯装可惜。林云霜昨夜被抓时，还极力和你撇清关系呢，说这些都是他一个人的谋划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希望不要连累到你。原本还强撑着的陆时彦，闻言竟瘫软了下来。他的双唇颤动，眼中不可置信。你说什么？阿双他，瞧这样子，还说没对林云霜动真心，看着叫人恶心。陆时彦死死抓着桌沿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我对皇上忠心耿耿，昭容，我真的不知情，我只是觉得他与众不同罢了。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的话，看得出人很痛苦了。难为他了。与众不同，所以你爱上他了，是吗？我替他下了结论，声音冷得像冰，甚至明知他有问题，还是心存侥幸，觉得能掌控他，或是被彼此的深情打动。陆时彦还想辩驳，但被我的话戳中了，顿时哑口无言。这个男人蠢到极致，被美色所惑，心存侥幸，将个人私情置于家国安危之上，甚至可能还享受着这种危险的刺激。我别开脸，看向窗外，示意毒酒白绫端进来。看见羽林卫手上端着的托盘，陆时彦眼珠子骤缩，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昭容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让皇上原谅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扒拉着我的下摆，被沈度一把推开。咱们自幼有婚约，你不能看着我死啊！我的眼神已经空洞了，懒得和他多说一句话。你自己找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刚才屋内屋外这些人都亲耳听见你承认了爱上敌国奸细。陆时彦惊恐了起来，头磕得咚咚作响。昭容，你听我说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从未想过背叛大隋，更不会背叛你。陆时彦跪行向前，试图抓住我的裙角，却被沈度用刀鞘隔开。放肆！沈度的声音冷硬如铁。一时糊涂。我轻笑一声，若他昨夜得手，此刻北狄铁骑恐怕已踏破边关，你这般行径与通敌何异？我站起身，背对过去，明知林云霜身份存疑，却还是陷了进去。陆将军，你可知边关的几场胜仗都是给你设下的圈套？话已至此，他该上路了。我朝沈度道，给他个痛快吧。不！陆时彦突然暴起，竟一把推开沈度，朝我扑来。我猝不及防，被他抓住手臂。昭容，你救我这一次，我保证从此好好做你的骏马，好好效忠皇上。他语速极快，眼中满是绝望的祈求。沈度拔刀出鞘，刀尖直指他的后心。放开郡主！谁料陆时彦像疯魔般见状，竟反手掐住了我的脖子。剑拔弩张，我被他遏制着，慢慢走出了房间。让我走，否则我们一起死。陆时彦的手越来越重，很快我感到不能呼吸。沈度紧张无比，握刀的手青筋暴起，却不敢轻举妄动。陆时彦，你疯了！我艰难地吐出几个字。是你们逼我的。他双目赤红，拖着我一步步往院外退去。我不过是爱上一个人，何罪之有？羽林卫层层围拢，刀锋在阳光下闪着寒光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。陆时彦的手臂越收越紧，我几乎要窒息。放我出城，备快马！
他朝沈度吼道：“否则我现在就掐死他！”沈度脸色铁青，却不得不抬手示意众人后退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支羽箭破空而来，精准地射穿了陆时燕扼着我的那只手臂。他惨叫一声，松开了我。我趁机挣脱，踉跄着跌入及时冲上来的沈度怀中。拿下！沈度厉声道。羽林卫一拥而上，将负伤的陆时燕死死按在地上。我惊魂未定地抬头，原来院墙上也布防了羽林卫的人。昭容、陆时燕被压在地上，仍不甘地望着我，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我整理好衣襟，走到他面前蹲下，在他耳边道：“我骗了你。林云霜说，对你从头到尾都是利用，玩你像玩狗一样。我和他一样，都在请将军入瓮。”陆时燕怔怔地看着我，哀嚎一声，眼神里最后一点光也熄灭了。我站起身，对沈度点了点头。刀光一闪，血溅3尺，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就这样死在自家宅院。我将林云霜的木簪扔到他的身体旁，又留下早就备好的北狄令牌。按照皇兄的布局，陆时燕是死在北狄刺客手下，而我大隋自然要帮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讨回公道。走出陆府时，阳光有些刺眼，我抬手去挡。沈度默默走在我前面，替我遮住。郡主节哀。我怔了怔，失笑道：“我有什么好节哀的？”他低头沉失言：“是啊，我有什么好节哀的？未婚夫死了，但除掉了北狄的奸细，还给皇兄一个再次攻打北狄的借口，听起来划算得很。只是偶尔会想起小时候，那个说要做大将军保护我的少年，那个与我策马同游的少年，终究是死在了边塞的温柔陷阱里。沈度，臣在。陆时燕死了，大隋缺个将军。”我转头看他，突然想起那夜在宫墙下，我问他愿不愿意当骏马时，他红透的耳根。你可想试试？我挑眉。沈度的眼中有勃勃野心，我知道他的才能完全可以胜任，只要我向皇兄去引荐。臣不敢。他低了低头，自谦起来。我调笑：“你得去啊，毕竟我只嫁将军。”沈度猛地抬头，眼中闪过一抹慌乱。臣。我轻笑出声，心情忽然好了许多。逗你的。转身朝皇宫走去，裙摆拂过青石板路，飒飒作响。走吧，皇兄该等急了。我只嫁将军，包括但不限于他。且看他这一仗如何将自己自荐出去，又是否会对我忠心。大隋的男儿多的是，这个不行，再换一个就是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